未婚夫出差，我突然被邻居拦住，他直勾勾盯着我，叫的声音能不能小点？我愣在原地，问他什么意思？这小区不隔音，每天下午都能听见，真的很烦。说完，他随手指了指我身后的房门，但是我已经有半年没来过这里。我手里拿着刚找到的那条裙子，听见面前男人的话，愣在原地。春日阳光正好，我却浑身冰冷。我看着他，又问了一遍，什么意思？他抬起头看着我，漆黑的瞳仁里倒映着一个小小的我，见我是真的不明白的样子，张口耐心解释。这几天下午，你叫的声音太大了，我要上夜班，真的很烦，就算欲望再大，也要等到晚上吧。这小区是真的不隔音，什么都能听见。我张了张口，却不知道该说什么，最后攥着裙子，问他，你说我？他挑起唇角笑了一声，抬手指了指我身后，你不是住这家？说完，他垂头从宽松的裤子里掏出手机，骨节分明的指尖敲敲点点，最后找出一张照片放在我面前。这是你男朋友？照片拍得很模糊，男人背对着阳台，上半身裸露，单手举着烟吞云吐雾，没有脸，没有什么象征的事物，但是我还是一眼认出了照片里的人。我男朋友，也是我未婚夫，昨天我们还凑在一起讨论婚事。最近婚期临近，顾青这几个月格外忙，不仅要出差，还要兼顾我们的婚礼事项。他那天走时在我唇角落下一个轻柔的吻，摸着我的头说，等我回来，咱们先去领证。我笑他太心急，脸上却忍不住挂上笑。他出门前调笑地说，别想我，好好想想领证穿什么。我早就想好了，就穿他送我的第一条裙子。那条裙子是他送我的生日礼物。刚创业时我们穷得离谱，挤在24小时都要开灯的出租屋里，我一下班进门，他就要先拥抱我。他身上全是汗味和厨房的油烟味，屋子里即使开了灯也是灰扑扑的模样，因此那个精致的礼品盒格外刺眼。多少钱？这是我的第一句话。那时他不说话，捡了吊牌，只催着我去试。我偷偷查了价格，5800块，又哭又笑的心疼了好久。他见我掉眼泪，指着出租屋对面的大平层说，这算什么？别哭，婉婉，迟早有一天我要给你买一套大房子。他说的话如今也终于实现了。住进来那天，背负几百万债务都没哭过的他，抱着我哭了起来。婉婉，我终于没辜负你。天气回暖，我把衣柜翻了又翻，那条裙子却不见踪影。想来想去，应该是落在出租屋。那间出租屋，顾青依旧租了下来。他说，这是见证我们爱情的地方。打车过去，小区门前有高大的松树，一如从前，丝毫未变。这条路我走了不下1000遍，轻车熟路的到了原来的出租屋。打开门，一切还是以前的模样。门口的地毯还是我在二手市场淘来的，桌子是我们两个自己做的。拐进卧室，打开衣柜，裙子果然就挂在一堆衣服里面。当初顾青事业刚有起色，但是很阔气的说，什么都不带，我给你买新的。我知道他心疼我，不忍心驳了他的面子，因此走的时候便真的什么都没带。等他回来，要好好搬一次家。此时我看着照片，浑身冰冷，哆哆嗦嗦咬着牙回答，我已经半年没住这里了。男人收了手机，脸上的表情变了又变，最后吐出一句，你节哀。我掐着手缓和自己的情绪，从包包里掏出手机，按了几次都没能成功解锁，最后收了手机，看向面前的男人，能把你的联系方式给我吗？他表情变幻莫测，想说什么又硬生生咽了下去，最后不知道想到什么，转身拿了支中性笔，垂头在我手心写下一串号码。别想不开，世界上男人多的是。中性笔划过手心痒痒的。他说完冲我说，有事找我。我没关心他为什么要对一个陌生人说这种话，恍恍惚惚回了家。躺在床上直到晚上，我才缓过神，举起手，手心里那串数字标志着这一切不是梦。我照着数字找到他的联系方式，昵称就是名字，沈记。我发了第一句话，房子里的男主人回来能告诉我一声吗？那边回得很快，现在他们刚回来。我看着这句话回不过神，点进和顾青的聊天框，上一句还是他发的，我吃晚饭了，婉婉你要记得吃晚饭，我检查。之后跟着一张图片放在书桌上的外卖，我删删减减，最后问了一句，你现在在哪？等了2分钟，那边没回话。我打了出租车，直接去了以前的出租屋，心口发紧，说不定是我看错人了呢，说不定这世间上就是有身形气质都相似的人呢。我所有的借口，为顾青找的所有台阶，在出租屋门前时全部破碎。
门口那双鞋是我给他买的。沈记拿着手机倚在门口，见我过来，漫不经心地向我走来。进屋，我卧室听得更加清楚。顾总，不是要结婚吗？怎么有时间找我？一墙之隔，女人尖细的声音听得清清楚楚，随即是我听过无数遍的嗓音。最后一次了。女人似乎是不开心，哼笑着撒娇，每次都说最后一次。怎么，你太太能有我舒服？顾青没说话，女人的声音颤抖着攀上了另一个高度。静了半晌，那边才传来顾青的声音。钱后面会打到你的卡里，以后就不见面了。我捂着嘴，恶心控制不住的涌上心口，跌跌撞撞找到卫生间，吐了个彻底。手机在外面，滴滴咚咚的提示音响起，我没去看。随即不过几秒，电话的特别提示音又响起，小小的出租屋里便荡着那个声音，是当初我和顾青一起唱的。你知道，就算大雨让整座城市颠倒。歌词此时讽刺万分。沈记此时敲门，举着我的手机。接，我来不及说话，又扭头吐了起来。手机叮铃铃响了10几分钟，隔壁人听到铃声，似乎意识到不对劲。敲门声响起，是我一贯熟悉的嗓音。有人吗？沈记站在门口冲我挑眉。我扶着马桶站起身，踉踉跄跄的走近，接过手机，将手机调成静音。敲门声还在继续，我抖着手打开手机，一眼便看见顾青回的消息，在加班，后面跟着一张图片。我送他的那盏小台灯散发着暖黄色的光，柔柔的照在办公桌上，文件旁边是他戴着婚戒的手。看见这张照片，脑海中轰隆一片，来不及思考，只呆呆愣在原地。敲门声不停，门口又响起他的声音，含着几分急躁，有人吗？思绪回笼，我不是大度的人。此时我恨不得冲出门外，狠狠甩他一个巴掌，恨不得把隔壁那女人也一起揪出来，闹得人尽皆知。这些画面在我脑海里飞快地过了一遍。但是然后呢？我能得到什么？我浪费了6年青春，陪顾青从穷小子熬上来。人们以后提起这件事，最多相视一笑，说他顾青多风流。那我呢？难道这一切都是我活该吗？我不甘心就这么翻过。我狠狠掐自己的手心，强迫自己控制住情绪，摇头，想张口却发现发不出任何声音。打开备忘录，喘着气，控制着颤抖的指尖打字，帮我瞒过去。我蹲坐在卫生间门口，看他举着手机出去。他边打电话边开门，不好意思，我老婆给我打电话，有事吗？门外静了半晌，顾青向来谨慎。我咬牙翻以前的聊天记录，复制粘贴回他，这么辛苦啊，早点睡。保证语气一如平常。门外手机叮咚一声响，顾青的声音这才响起，不好意思，打扰了。我听见这声铃声，想哭又想笑。真是奇怪，他爱我爱到能随时注意着我的信息，能记得每天早上我要喝温水，甚至对猫毛轻微过敏的他能得心应手的处理粘在我身上的猫毛。明明爱我爱到各种细节里，怎么偏偏就要出轨呢？沈记回来的很快，他倒是很坦然，还能开玩笑，吓死我了。刚才他突然不说话，我以为被发现了。一墙之隔，女人尖细的声音也几乎同时响起，你老婆这会儿肯定在家啊，谁闲着没事来这里？顾青放低了声音，我听不见，只能听见女人的话一句接一句。都这么多次了，哪次被发现了？你爽完不认人？钱，你拿钱打发我。那边吵吵闹闹，最后是砰的一声响。我猜应该是放在床头的那盏夜灯。顾青唯一一次对我发脾气，是因为我为了一个项目偷跑出去和合作方喝酒。他知道后抖着嘴唇，狠狠摔了床头的夜灯，最后蹲下身抱着头哭了起来。那个夜灯已经摔过一次了，再摔一次应该就彻底坏掉了。沈记看我的模样，想要安慰我，嘴唇张张合合，最后说到了他自己。遇人不淑嘛，我也遇到过。我站起身，走到阳台，他跟在我身后，整个人依旧懒散，倚在阳台上淡淡的说，向前看。我站在阳台，看向隔壁的阳台。夜深了，除了偶尔来往的车辆发出几声鸣笛声，没有其他的响声。我将绕在心口的问题明明白白的展开，剖析了个彻底。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，他到底骗了我多少次？在我想他出差是否顺利时，他到底有几次是在出差？他发给我的照片，分享给我的日常，到底哪些是真哪些是假？这个被他称为见证我们爱情的地方，他到底出轨了多少次？那床单是我选的，是我洗的，他们会弄脏我的床单吗？他也会在这间屋子里送那女生3500的裙子吗？沈记站在我旁边，喊我名字，模糊不清，像情侣间的呢喃。苏婉。见我扭头，
他又说了一遍，向前看。他眼睛太亮，我好像在哪见过。但是眼前的事已经占据我全部心神，我不想纠结这些。我来阳台并不想寻短见，回过神后只怔怔问他最后一个问题。他们多久了？他说搬来半年，这半年隔一段时间都能听到毫不遮掩的声音。半年啊，正好是顾青向我求婚的时间。我垂下头笑了一声。沈记见我这副模样，站直了身体，开始劝我，我是导游，实在不行，你报我们团吧，一起出去散散心。很荒谬。此时他说这话，我下意识感觉他是要拿我拉业绩。不用了。我摸摸中指的婚戒。他看我的动作，恨铁不成钢，别恋爱脑，我们以前就是，我可太熟悉了。就是遇见了错的人，也不能一头撞死吧。人生还长着呢。我扭头看他，他一副苦口婆心的模样，劝我，陌生人能做到这个地步，已经很不容易了。我打开随身携带的包，抽出一沓现金，放在阳台桌子上。他抿了抿唇，什么意思？两清的意思。但是我也是真诚的道谢，谢谢你。沈记倒是突然笑了，漆黑的眸像两颗黑曜石。他修长的手抵着桌子，指尖捻起几张100元大钞，挂着灿烂的笑一张张数了起来，最后数了5张，把剩下的往桌子上一放，转身冲我挥。我看着桌子上遗留的几张现金，他的声音也落进我耳朵里。走吧，两清了。回家后冷静下来，其实一切都有迹可循。明明上一张发的是酒店桌子，下一张图片怎么就变成公司的办公桌？只是我太相信他，我从来不去计较这些小细节。我把那条裙子放在衣柜最深处，问顾青什么时候回来。他几乎算得上秒回。婉婉，你还没睡啊？明天我熬夜完成工作了，明天就回去。我没回他，窝在沙发里，把这些年的照片看了又看。从青葱校园一起走到繁华都市，从身后破旧的出租屋一起到大平层，照片越来越清晰，记忆里的顾青却更加模糊。我想起他表白时肆意又张扬，婉婉跟着我，哥不让你吃苦。如今他被社会打磨得越来越温柔，也越来越圆滑。我闷在沙发里，把挑好的婚礼场景发了过去。他秒回了俏皮的表情包。分是肯定要分，但是我必须要拿走点什么东西，这才公平。顾青知道我的处境，求婚时说的都是，婉婉，以后我会给你很多很多爱和很多很多钱。以前爱和钱一样一半，现在爱没了，少的那些就要用钱来填满。那女人找起来不难，不到半小时便调查清楚了他们的过往。无非是谈生意，有老板把人塞给了顾青，一来二去他没有拒绝，便偷偷养在身边做了个玩意儿。女人名叫盛月，没什么大问题，只有一点，谈的男朋友很多，且大多都是富二代。顾青应该也就是看中这一点，觉得甩掉很容易。辗转来辗转去，我用小号加上了他的好友，验证消息只一句，你想和顾青结婚吗？他同意的很快，我发了一句，我保证你能嫁给他。那边回了一个问号，我却不再回他。第二天顾青回来时，伸出手一如既往的等我去抱他。我坐在沙发上定定的看着他，他察觉到不对，收回手，快步走到我身边，小声询问，怎么了？婉婉。我不看他，垂头看着地上的地毯。和我们出租屋里廉价的地毯不同，他知道我在家不喜欢穿鞋，细心挑了最好的，亲手铺了全屋。我心疼他，他直起身体，额头上挂着汗珠说，之前是你铺的，现在当然轮到我了。半晌，我酝酿够了情绪才开口，声音带着哽咽，你有没有做过对不起我的事？顾青几乎是立刻跪在地上，语气慌乱。婉婉，你是不是听什么人说了不好听的话？我们那么多年喝酒谈生意，我哪次没和你报备？没有，我一次都没有。你相信我？他说着，颤抖着手来摸我的脸，语气卑微到尘土里。婉婉，我最爱你。我忍不住嗤笑。他也是真的厉害，能一边说他最爱我，一边心安理得的和另一个女人纠缠。我仔细看他的表情，此时他说起谎话来毫不眨眼。那个送我裙子，为了让我心安骗我说50块钱都紧张的不知所措的男孩，好像突然就消失在了时间的长河里。他攥着我的手，额头渗出冷汗。在他又一次开口前，我收回了手，随意的说，我开玩笑的。他没有放松，反而认真的看着我。婉婉，这个玩笑不好笑。他认真，那我也认真。收了笑看着他说，那你做没做过对不起我的事？他坚定的回答，没有。下一秒他生硬的换了话题，不说这些了，来看看婚礼，你有什么建议吗？他自然的把手机递到我面前，
当面翻看他收藏的数十个婚礼策划。我看了一眼，开口，要大一点，所有亲戚都请来吧。他知道我和家里关系不好，惊讶的抬头，我以为你喜欢小一点的。那是以前，也许是真的断了，也许是我的那段话让顾青警惕。这段时间，他突然不用飞来飞去的出差了，24个小时恨不得都在家。他恢复了以前那个好好先生的模样，每当我下班，他第一件事就是拥抱我，好像回到了以前住在出租屋的那段日子。请柬发了一张又一张，顾青笑着邀请相熟的不相熟的人来参加我们的婚礼。也许是愧疚，也许是真的开心，礼物一件件送到我手里。不出2天，所有人都知道顾青有多宠我。我淡笑着接受，时间合适时甚至补上一句，那当然，我们大学走到现在确实不容易。我拉着顾青逛街，好像是为了弥补之前没有时间在一起的遗憾。但是我没想到，一个转弯，我们就碰上了盛月。脸我不熟悉，但是声音熟悉。他挽着旁边人的手臂，娇俏开口，你给我买包包。他身旁人回他，好。我们4个人迎面撞上，顾青身体僵硬了一瞬。我给了盛月挽着的那个男人一个眼神，他不经意地推着他撞到顾青身上。顾青手上的咖啡洒了他们2人一身。我们还没说话，他先开了口，声音柔弱，垂下了头，不好意思啊，顾总。顾青牵着我的手愈加用力。我笑着看他，认识？他勾下头认真和我解释，之前公司的实习生。我哦了一声，毫不在意一个小小的实习生为什么会被他记住。他慌张地拿出纸，率先擦拭顾青身上的污垢。在顾青后退一步之前，他出声，要不我去给您买一身。顾青推辞，但是盛月红着眼，一副不容他拒绝的模样。我实在没办法把面前人和那天在出租屋里偷听到的声音联系在一起，因此多看了他2眼。他仰起头冲我笑笑，随即开口，苏安姐和我一起去吧，我正好不知道挑什么。我直接应了下来，抬脚想走，顾青却攥住了我的手腕，一副善解人意的模样。那我们一起去挑一挑吧。这家店面很大，我跟着导购挑西装面料，挑花了眼。等转身时，顾青和盛月已经不在了。我委婉告诉导购自己想逛逛，盛月带来的男伴走到我身旁，他喊我，苏安姐，许玲姐让我跟着你，接下来该怎么做啊？有钱，什么都能干。他也许是第一次上岗，明显不熟练。我摸着一块黑色羊毛西装面料，突然想起那双漆黑的眼。电光火石间，脑海里突然闪过一幅画面，他撑着伞，身旁的女生哭个不停，那双眼隔着雨幕抬眸望向我。我大概想起来我是什么时候见过他的。男生明显紧张，又问了我一遍，婉婉姐，我要干什么啊？我这才回神，看着他说，引导盛月花钱，越多越好。他欠下巨款，你的任务就结束了。他明显呆愣，那我应该怎么做？我换来导购装下面料，扭头对一脸呆滞的男生说，我花钱雇你，这该是你要想的事。顾青换了身西装出来，我走近，围着他绕了一圈夸他，真好看。盛月跟着出现，我刻意忽略掉他们2人之间暧昧的氛围，抬头看向顾青，要不婚礼那天你就穿这件。他的表情僵硬一瞬，最后拍了拍我的头，就会开玩笑。直到回家，他脸上的表情还没有丝毫放松，欲言又止的想对我说些什么。最后晚饭时他终于开口，眉眼认真，婉婉，我听说那个实习生私生活不太好。我歪头表示疑惑，他接着说，就是交很多男朋友。我反问，他的私生活关我什么事？他解释，就是和你说一声，不要和他走太近。真可笑，和人家纠缠的是他，如今嫌弃人家的也是他。婚期越来越近，他想起我练过书法，缠着我写婚礼请柬。没写完一个人的名字，他就拿起请柬，问我还记不记得这个人。有我们的大学同学，有他的高中同学和各种亲戚。他一个人一个人给我讲。我提着毛笔写下一个又一个人的姓名，写了一半，他的手机响起。他静了一瞬，不知道想起了什么，最后还是接了电话。与此同时，我的电话也响起。接通后，男生清亮的声音响起，婉婉姐，任务完成，我跑了。我随口回答，听见顾青含着不耐烦的声音响起，说了，别来烦我。我头也不抬的问他，难缠的客户？他了一声。电话那边疑惑了一下，我这才对他说，明天费用都打到你卡上，合作愉快。顾青见我心情不错，问我合作很成功。我冲他点头，跟着名单接着写请柬。最后他放下手机，看着我说，公司有件事，婉婉，我去处理一下。他不等我回答，转身离开。我抽了一张请柬，
整整齐齐的写上沈记这个名字。新郎那里早早写上了顾青的名字，我在新娘那一栏龙飞凤舞的写下盛月。我把账号换成小号，看清了盛月的急迫。他发了一串，你是谁？苏婉，我不需要嫁给顾青，我有男朋友，我男朋友对我很好，我凭什么相信你？之后是长久的空白。昨天他发了最后一句话，要怎么做？我是谁已经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了解他们之间的龌龊，我知道他此时最好的选择就是嫁给顾青，因为他欠下巨款，急切需要一个冤大头。我知道顾青在他那边，简单回他，先有个孩子。我想了想又补充，是不是他的都可以。直到晚上，顾青依旧没回来。沈记的电话倒是打了过来，含着抱怨，简短的一句话。隔壁声音又响起来了，我没理，问他收到请柬了吗？他说收到了。那块西装面料呢？也收到了。我满意了，这才算两清。那时我刚上大学，身上有股稚气。那天领着午饭回宿舍，远远看见一位女生被撑伞的男人拉着走，雨势很大，女孩脸上分不清是雨水还是泪水。我顿时火气上涌，将手里那份午饭砸了过去，稳稳地砸到男人胸前。放开他！就是这时，他抬起眸子，隔着雨幕望了我一眼。后来我才知道是个乌龙，那女生是他妹妹，为了渣男要死要活，他才强硬的要把她带回家。这件事距离现在已经6年，时间太久，况且我没想到还会遇见他，是真的不记得。但是电话那边的人似乎轻声笑了一下，顾青那边不堪入耳的声音顺着话筒钻入我这边，我却只能听见他的声音。他说，苏婉，你以为这样就两清了吗？要不然呢？他有自己的骄傲，最后只闷闷的回答，你自己想。直到第二天凌晨，顾青才风尘仆仆的回来。他见我翻身，走近不好意思的道歉，吵醒你了。他说着想弯腰亲我，我捂住口鼻吐槽，你身上一股怪味，快去洗澡。他直起身，连忙走向浴室。盛月的消息也发了过来，然后呢？我趴在床上回他，在顾青结婚那天穿好婚纱，我去接你。他应该是猜到了我是谁，但是他别无选择。在顾青出浴室门前1秒，我给他发，给我几张你们的亲密照片。顾青躺上了床，提醒我别看手机了，还能再睡会儿。我看着发来的一张张照片，起身回答他，睡不着，我去看看婚礼名单。他细心的叮嘱我别看太晚。我进了书房，把一张张的照片做成视频，拷进 U 盘。盛月的消息也跟着发来，确定我能嫁进去？确定，婚礼新娘就是你。终于到了婚礼这天，顾青把我送到酒店。走前他反反复复的问我，婉婉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婚礼会一切正常举行吗？我能顺利结婚吗？我一边看着婚礼要用的捧花，一边挑着问题回答他，当然能顺利举行。他刚走，我便把盛月接了过来。他看到我没有丝毫惊讶，反而捂着肚子。我怀孕了。我没理会他的敌意，只告诉他这是唯一的机会。他问，你为什么要帮我？这是帮他。他无权无势，当众让顾青一家人都下不来台，靠着一个不清不楚的孩子威胁嫁给顾青，婚后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呢？但是他既然这么说了，我把收款码调到他面前，不多，20万。我收了他的钱，将他送上婚车。戴上口罩后，我打车去婚礼现场。我到的时候，婚车还没到，工作人员一早就打点好了，他们早就知道这不是场普通的婚宴，自觉的给我让位置。我把原本的文件删除，放入我做好的视频。做完这一切，身旁响起沈记的声音，我明天就要走了，真的不考虑报我的旅游团？我说，再说吧。接着垂着头看大厅的情况。他懒懒靠在一旁，看着我专注的动作，随意的说，那行吧，我再多歇2天。我来不及多说话，手机突然响起，是顾青。我接通，他说，婉婉，我知道最近你情绪不对，过了今天，我们就好好过日子，行吗？原来他不是毫无察觉啊。此时婚车应该是到了大厅外，我看见不少人围着出了门。我看见顾青举着手机出来，慌慌张张的往门口走。等我再看，他已经挂断了电话，扶着盛月出来。隔着厚重的头纱，盛月又勾着头，一时间竟然没有人察觉到不对劲。我看着这一场闹剧，像是看着自己飞速掠过的6年。这场闹剧在顾青摔了钻戒时达到顶峰。怎么是你？他似乎是接受不了，摇他的身体问他，苏婉呢？随着他的话音落下，我按下播放键，身后原本用来诉说我和顾青情深的视频换成了他和盛月。在那间熟悉的出租屋，他们说着恶心的话。
全场哗然，没人想到最爱另一半的顾青是这种人。请的人多，甚至有2-3个记者，这次顾青的名声是真的臭了。顾青父母上台，狠狠甩了他一个巴掌，反而是我爸妈一直绕在顾青身旁嘘寒问暖。他突然抬起头看向我，也许是认出了我，想抬脚往我这边来，下一秒盛月抱住他的腿，掷地有声道：我怀孕了。我看见顾青往常温柔的面孔一寸寸皲裂，低下身不知道对他说了什么。他频频摇头，最后到了顾青父母身边，一个接一个磕头。顾青抛弃了身后一堆乱七八糟的事，固执地走向我。他站在离我1米远的地方开口：婉婉，你都知道了？我没开口。他接着说：那时候我总觉得和你在一起就很美好，但是我老了，我不是18岁那个少年了。面对那些诱惑，1次2次还可以，但是100次1万次呢，我真的控制不了。他停了一下，接着说：你还记得你让我看的那些言情小说吗？故事的结局总是青梅竹马的男女主结婚，然后呢？他自顾自的接着说，然后就变成下一个女主那出轨的爸或者离了婚的妈。我脾气好，但不是没有脾气。这么多年，难道我就没有遇到塞人给我的情况吗？难道我就没有遇到诱惑吗？他合作过的老板不是也有家庭幸福美满的吗？所有小说结尾都是到结婚就戛然而止吗？归根到底就是他有钱了，觉得我离不开他了，不想控制而已。一个出轨，说的那么清新脱俗。我看着他说，别破我了，你就一出轨还能上升到精神层面。我这句话落，沈季已在一旁低低笑出了声。顾青看向他，又看向我。沈季掏出手机，给他看拍的一张张他揽着不同女人进屋的照片。别误会，我是你邻居，被你吵得睡不着，专门来看戏的。我把这些照片一起放在大屏上。盛月连忙走来，拉着他的袖子，他已经改了口。爸妈喊你。顾青父母喜欢孩子，不止一次暗示我早点要孩子。盛月怀孕，他们应该是喜大于惊。所有人都知道盛月怀孕，顾青一向爱面子，迫于舆论压力，他一定会娶盛月。我落下最后一句话，新婚快乐。他是快乐不起来了。不断有电话打到我手机上，原本谈好的合作方要和我们解约，问我怎么办。我快乐了。这种时候正是发财的机会。公司股份我占了一点，但是远远不够。我拿着这些年顾青攒下来的钱以及彩礼钱，能收购多少股份就收购多少。我一向不掺和公司的事，安安静静。风波过后，我竟然成为公司最大的股东了。我把手下那点股份全部拍卖。顾青知道后又打电话来，接通了半晌不说话。他语气烦躁，婉婉，你到底想做什么？你懂账，我所有的钱都在你那，这还不够吗？他又提起那条裙子。婉婉，你还记得那条裙子吗？那么多年你都那么喜欢，你向来长情，为什么如今你会背叛我？我认真回答，那条裙子在衣柜里面，你自己去看。顾青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拿回了裙子，他只拽出来一团破布。盛月在网上发了各种小作文，开始为自己洗白，说他们俩其实早就认识，明里暗里内涵我才是插足的人。有人相信，有人不相信，总有些无知的人骂我。我开了直播宣传我的新公司，热度降的时候就直播写反击盛月的文件，热度好的时候就带货。一份澄清的文档拖着3个月才写完。那些最开始骂我的照常骂，只不过他们昵称前面跟着下单了5次，下单3次。盛月交过很多男朋友，这件事像根刺扎在顾青心口。我一点点列举了盛月交往的时间线。不少人发现了，盛月和前男友分手当天就找到了顾青。网络舆论扩散到最大，不少人看见盛月怀孕都相视一笑。但是顾青这个人心理素质强大，我亲自给他打电话，斩钉截铁地说，盛月肚子里的孩子不是你的。他没说话，那边奸细的女人声音通过电话传到我这边。你不相信我？我跟了你那么久。他在这一片嘈杂的背景音里问我，你怎么知道的？我回答，你忘了你维生素瓶子里装着什么药？我们之间一直有避孕，他怕伤害我身体，避孕药一直他在吃，那些药也一直装在维生素瓶子里。他语气激动，但是我早就换回来了。我不说话，他不知是想到了什么，挂断了电话。不久，有人上传了一段视频，背景是医院，盛月捂着肚子不肯走，顾青强硬的把他拽进去。这段视频一发，网上声讨顾青的人更多。很快，顾青打电话来，他说，你擅自换了我的药，要负法律责任。我惊讶，你说什么呢？那种违法行为，我从来不做。顾青奔上2楼，打开那瓶维生素，真的就是普通的维生素。
盛月没有住院，坐在沙发上哭，他听得心烦。为什么你不说是我的孩子？我说了，你不相信。是他太自信，以为苏婉不会骗他，是他被接二连三的事冲昏了头脑。盛月欠债这件事给了他第二次打击，他看着欠条上的天文数字，问：钱呢？盛月回答：做投资。如今公司混乱，他自身难保，这钱他还不起。但是盛月紧紧抱住他的腿，一声接一声喊他老公。这笔钱顾青最后同意了分期还。我的新公司因为直播蒸蒸日上，那些最开始黑的最狠的人反而成了我们最忠实的粉丝。我敢抢顾青的生意了。不能用抢，本来我就和他们合作过，他们也只不过是选择最好的而已。抢的次数多了，难免会撞见顾青。他眼下青黑，快步走向我，问我你到底要做什么？我看着他明显衰老的模样回答他，公平竞争啊。顾青公司已经是强弩之弓，不少人等着收购，他辛苦养大的公司最后还是易了主。收购我股份的那人比我狠，一点点架空他的权利，但是又不让他从总经理的位置上下来。员工还是喊他顾总，但是实际上他一点权利都没。他最在意的是事业、家庭、孩子，最后一件都没留下来。不止一次，我看见他那辆车停在我门外，随后就是盛月出现在我面前。苏小姐，你劝劝阿青。我劝他什么？你们要犯贱，离我远点。我收拾了一下家里，把顾青的东西一股脑全扔了出去，翻来覆去的找一本笔记，最后一拍脑袋，肯定在出租屋里。我又打车回了出租屋，还是熟悉的路，上次我怀着焦虑忐忑，这次反而是十足的轻松。我开了门，一切好像还是熟悉的模样，轻轻绕过躺在地毯上的那盏夜灯，在书架里果然找到了那本笔记。这是我给自己做的纪念册，各种大事我都一一记载，考上大学、恋爱、毕业、创业，种种都记录在里面。我翻到最后，轻轻写下6月10日开启新生活。番外审计，苏婉和我是高中同学，她明显不记得这件事。最开始我是有点喜欢她的，因为她对我表白，她喜欢我，那我也喜欢她。但是第二天我看见她从别人手里接下1000块钱，我对上她歉意的目光，立刻明白了事情的原委。当时我因为吃药整个人胖得离谱，成绩又不好，无非是拿我打赌之类的。苏婉接下来的举动也证实了我的猜想，她在我课桌里放了500块，还有一张小纸条，上面写着向前看。她的家境人尽皆知，学费都是自己凑的，平时找她帮忙，小忙可以，大一点就需要交钱。因此虽然她成绩好长相漂亮，但是还是有不少人讨厌她。她为了钱向我表白这件事，就足以见证她的市侩。我当时看见那500块钱笑了出来，她的意思是我们2个合作，拿来的钱 AA。 但是我觉得疑惑，她说的向前看到底要看什么？第二次见面，这个问题她给了我答案。我妹妹从小到大没受到什么挫折，渣男劈腿她还觉得人家有苦衷，硬是要去见他一面。下着雨我还要把她拉回家，本来就烦躁，当午饭飞到我身上，我更烦。但是雨伞抬起，我看见那双明亮的眼，那点烦躁立刻烟消云散了。她没认出我，蹲下身给我妹妹递了张纸，向前看，同学。我妹妹对她这蹩脚的安慰显然不买账，抱着她的手边哭边说，她都不要我了，我还看什么？她没有不耐烦，反而认真的和她说，不是要你看别人，我要你看看自己。在雨里哭喊着挽留一个渣男，你想成为这样的人吗？真有趣，人们说的向前看，大多是一句随口的安慰，或者向前看的目标是金钱或者安稳的生活。他把向前看的目标落在了自己身上，时刻反省自己想成为什么样的人，接着为之努力。妹妹被安慰到了，但是她的脑回路不对，抽抽噎噎的肯定，对，你说的对，这样太丑了，我现在才反应过来。他们留了联系方式，走之前，他礼貌地问我名字，我说审计，他显然没放在心上，因为下一秒他接了一个电话，雀跃地冲那边喊，顾青，他眼里只有电话那边那个人。毕业后我去了很多地方，那500块，那双含着歉意的眼睛却越来越清晰。最后我选择了在这座城市落脚停留。房子是妹妹给我找的，她雀跃地说，苏婉姐就住在隔壁。但是我一次都没碰到苏婉，倒是总碰见一个男人。我以为他搬走了，入住了一对新的情侣。当那个男人带回来不同的女生时，我才意识到不对劲。我找妹妹要了苏婉的电话，她顺便给我发了苏婉的朋友圈截图，红底照，没有配文，但是谁都能看出她脸上幸福的笑。她身旁的那个男人我屡次撞见。门外有声音响起，
我以为是那个男人回来，想张口骂他2句。推开门，苏婉就站在门前，她歪着头看我，疑惑地问，你是？那双眼睛就出现在我面前。我收了手机，看着他恶劣的张口，你叫的声音能不能小点？明明我们遇见的更早，却被人抢了先，不怪别人，怪我不够果断，怪我兜兜转转绕了一圈才明白自己的心意。我想，一辈子的时间那么长，就先从他记住我名字开始吧。这个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感谢您的收看。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，就给我点赞订阅一下吧。衷心祝您吉祥如意，万事顺心。